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继续2489还有1365的瓜他们的 drama 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这个 KVK 的 drama。不过说实话，我这个 drama 追的有点慢了，因为960的影片一直不断的在更新啊，所以没有办法更新2489的 KVK。那今天我们就继续上次讲到的东西。那其实有不少的观众已经看了那个影片，也是有提供了一些资讯消息给我。那我们还是先看 Facebook 这里讲了什么东西。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玩家他就发布了这个贴文，然后就有说到2489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王国。那根据他这边的截图来看呢，那这个玩家他换了名字叫 Arvix Pigfucker， 就是说 Arvix 他去干一只猪的意思啦，你们可以理解为。那他这边就打了个标记说他们会携带着荣誉、尊严、正义离开。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JST 的名字是绿色的，也就是说这个是 JST 他们所打的标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么这个贴文接着上去呢，还是一样 Furious 的影片所以我就根据他的影片里面呢拿到了一些截图。那因为他这个截图呢是当天截图的，所以我们只能看到是今天，然后是几点发布的。这里他就有说到献给我亲爱的家人，哇，他称呼他的王国人民是家人，太感动了。我相信你们都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如果让你感到空虚、愤怒、不公平，我真心感到抱歉，并深深的为你们道歉。同时我由衷的感到自豪和感激，能够领导一个人民都懂得尊严、荣誉、明辨是非的王国。即使在很艰难的时刻，他也找到了前进的力量和勇气。那这边下面就有说到感谢他们在 KVK 里面的表现呢，然后凭着自己的力量，并不是外界的力量，就这边可能是在暗示说我们不是靠2489让这场战斗更加有意义，他们没有失去他们的核心价值而感到自豪。如前面所述的365是一个有尊严有道德的王国，从来没有想过要破坏一些协议，这个讲的就是我上一个影片所讲的东西啦。但明确指出这个协议不用于多个王国多个阵营的情况，不幸的是他们无视了这一点。这里所谓的他们呢，指的就是2489啦，讲2489根本都没有听他们讲的东西。尽管如此，他还是会信守承诺，也就是说他还是会根据2489的要求把最终占领给2489。那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得到真诚的道歉，但是 Arvix 和2489不仅不道歉，还持续的攻击他们。我不确定有没有攻击啊，但是我听伊娃说是没有攻击了。那这里1365不接受2489的主张，但是他们将有尊严的结束这场讨论，因为365是建立在这些原则上的王国。胜利或失败只是游戏的一部分，但是你失去了价值观绝对不值得。他们觉得很自豪结束了这一场 KVK， 并且期待着接下来新的挑战，也是向他们在同一个阵营里面的王国盟友道歉，就是2902啦，也是有说到土阵营、水阵营他们也是做得很好，为他们表示敬意。那他们将会结束跟火阵营也就是2489的谈判，并且继续前行，也是希望正义得到伸张，愿在这场 KVK 中付出一切的人能够照亮黑暗。本次 KVK 已经结束了，最终谈判权在社区，就是讲由大家去决定到底谁对谁错他又把这件事情丢去给社区了。然后这场 KVK 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论啊，就是我做影片啊，也是有不少人在那边讨论这件事情，但很快就会平息，但是他不会忘记。那这边上面这一段呢是讲感谢各位的一些努力什么之类的，叫他们坚强啊。这个应该是上一个截图的对话，因为这个主播他截图的不是很好，你不是应该把整篇截图下来吗？这么这个剩下一半而已。那接下来这个是他想要补充的几点，因为有一些重要的东西他漏掉了。他知道有些人对于他们领导层的决定很不满意，但他能够理解，因为在他们的玩家之中呢，有一些人渴望战斗，即使他们一无所有，就讲其实他们有想过要发动战争的，不是嘴炮而已，是想要打起来的。即使他们一无所获，即使他们被迫离开皇庭，需要返回他们原本的王国，但是他们依旧还是想要守护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在这边深感敬意。但是要记得他们那个阵营里面呢，不是只有1365而已，还有包括2902。那这边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呢，不能就是因为自己想
想要拿什么东西而牺牲掉自己阵营里面的盟友，卷入这件事情里面。所以他希望他们的队友能够压抑着自己愤怒的心情，并且向前进。然后最后他又再次道歉之类的，大概是这样子啦。那么这边就提到1365的主播 Furious， 他就有讲到要回顾一下曾经2489跟1365的一些历史。那这边比较多讲的东西呢，就是365为他们的 KVK 里面付出了什么东西讲365击杀有多少，然后打了大部分的部队，他们的数据怎么样，最后还是把了那个奖励给2489。这个是之前的事情啦，不是现在的事情。但是那时候1365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这个就是之前在转盘 KVK 之前的事情啦，就是他们有遇过2次在同一个地图里面嘛，这个是第一次，接下来这个是第2次。在第2次的时候就讲到那时候1365的数据是2489的2倍，但是在那个时候双方其实都想要拿最终占领啦，所以他们最后就决定了用转盘，那最后也是转到1365拿到了最终占领，所以就变成2489很尴尬。接下来就是讲这一次的 KVK 的事情就讲到也是1365的 DKB 比较高，然后 Avix 呢就要求他们的代打去做好准备，要做反背叛他们的事情。那这边就有讲到最后的结果，因为1365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战斗了，然后2489他们还很新鲜，这边所谓的新鲜应该是讲2489他们还有很多的兵力资源加速可以继续战斗，而且他们也不想要剥夺自己的盟友2902的一些奖励。那么最后总结，他这里有说到目前为止2489一直不断的跟他们拿更多，拿 taking and taking， 拿到更多再更多，但是从来都不给回报，哪怕是一点点的感激对于他们的盟友都没有。而且这边还说到2489不是第一次冤枉他们自己的盟友，当然这个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场 KVK 最终以2489庆祝星星而告终，就讲2489他们还是获得了星星。但是2489的所作所为呢，这个主播 Furious 他有做过3个影片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长远来看呢，会对他们造成大量的伤害，就讲可能会有更多的玩家去看到他的影片。那这里他也是说的365也是从这件事件里面得到了一些教训，就是发现到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不需要继续再深挖下去了，还有避免发生2次的错误。然后这里还有再三提醒大家小心跟2489结盟。然后这边看来他对2489的仇恨是很大的那他这边贴文看完了，然后他们的公告也看完了，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确定365是没有胜成可以拿了。但重点是这个像传奇一般的男人，他这里依旧还是0，也就是说他的诅咒并没有消失。 OK， 原本我们想着说这场 KVK 2489跟1365合作，然后打1875跟2748应该很简单。那我们看到黄庭1天都差不多快结束了，本来想着说爸爸终于要打破诅咒了，他这里终于要有一个亿了，结果还是没有，天哪不过2489那边呢就有讲到他们依旧还是会把60个征服者之证拍过去的。那爸爸会不会拿这个征服者之证呢，我就不确定。如果是有给他的话，那他这边就会有一个亿。然后我有去问过了EVA，那击杀阵亡还有治疗呢前10没有爸爸的名字在上面，很可惜。因为2489那边呢其实也是有蛮多很强的账号JST 那边也是有很多啦，所以爸爸是没有进入到前10里面的。所以这边看 JST 那边怎么样安排吧。但是我觉得 JST 他可能会把奖励给他们的盟友，也就是2902。那讲到爸爸这件事情呢，我这边有个小故事要分享就是我们有一些万国觉醒的聊天群呢，就有跟其他的玩家聊天，聊到这个 KVK 的事情，就有讲到365这一次的 KVK 应该稳赢了吧，也就是说爸爸拿到征服者之证的可能性很高。那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别认真想，因为你们要记得之前爸爸在2489的时候，他们在皇庭那边已经是几乎占领整个皇庭了，敌人全部推出去外面了，在过后10天都有本事输掉 KVK。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你不要这样子想，凡事都会有变数的。所以也就正如我们所讲的一样，爸爸这个真的是太可惜了，没有办法。所以我还是那句，你们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相信，但是爸爸的诅咒你必须得服，你必须得相信。那当我以为这件事情要尘埃落定的时候，毕竟你们也看到了365那边呢都说了他们放弃了，他们不想要去拿最后占领，结果有人放了这张图片在讨论区那边这个呢是风阵营，也就是1365跟水阵营还有
有土阵营谈判的东西，就是希望他们这两个阵营去帮忙1365争夺占领最后的占领。那你们可以看到最后圣城占领是风阵营，也就是1365他们自己拿。那当然他也是有分不少的奖励给水阵营还有土阵营啦。但是以我的观念来讲呢，正常来讲你有求于其他联盟其他的阵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奖励分享去给其他的阵营。那我大多数看到背叛的事情呢，都可能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不期待炸，我只是想要出这一口气而已，所以奖励你拿，我只是想要把他们给打死而已。那显然1365他们的想法不是这样子，他就是为了要奖励。 OK， 那我说句实话，除非我是真的很讨厌2489，已经讨厌他恨之入骨了的情况之外呢，有什么理由奖励是你拿，但是我要帮你打呢？有什么理由呢？正常不会这样子吧。而且假设说这个两个阵营土阵营跟水阵营去真的帮助了风阵营的话，那他们也会背上骂名了，然后他们就知道原来2748你是可以跟他讨论这些事情的，你跟他分享奖励之后，他就跟你一起背叛谁啊，或者是去打谁这样子，其实会挂上不好的骂名了。那这边就解释到这个1365的主播啦，他就解释到这个邮件发布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是 Avix 叫他们的玩家做好准备战斗的时候才去问的，就讲这个是之后的事情啊，不是一开始的事情来的。那问题来了，既然1365那边已经发出了邀请，都已经跟他们讲我会给你们奖励，那你们要不要帮助我一起去打2489？但是为什么1365最后选择了放弃呢？那这边我有几个想法呢。那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前面有讲到的，可能是奖励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可能是骂声的问题。因为如果真的帮助了风阵营的话，其实这样子对他们自己王国的声誉也不好，尤其是对于1875，因为1875他们是中东国家的玩家比较多，他们是比较在乎自己的名声，也会比较正义一点。所以据我所知，这边其实是土阵营那边拒绝了风阵营的邀请，也就是1875他是拒绝了风阵营的，但是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但是我是有询问过EVA，那其实1875也是有跟他谈论过这件事情，也就是说1875由始至终是没有想过要跟1365合作，想要去打2489的。那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呢，就算你们讲我偏帮2489也是一样的啦，因为对我而言这个是你们两个王国之间的事情，为什么你还要拉其他阵营下水？ OK， 你可以讲说你们的协议是2489跟1365之间的协议，那你们两个王国讨论是正常的嘛？那为什么你拉水阵营还有土阵营进来帮你一起打2489呢？你拖他们下水，这样有比较好吗？像2489其实他们也是有权利去拉水阵营还有土阵营来打风阵营，就打1365，讲他们没有根据协议啊，没有遵守协议啊这样子，但是2489并没有。那这边我们在讨论区看到的东西大致上是这么多，那上面这个越南的话呢，其实也只是复述了刚刚那位主播所讲的东西，只是一个越南版的翻译了，然后后面没有其他东西了可能我做影片的途中后面又在增加更加多的贴文了，因为你们也知道做影片需要一点时间了但是我从EVA那边收到了一些截图啦，因为他也是有看到我的影片了。这个是2489那边所发布出来的王国邮件啦，那其实这个是在讨论区那边没有公开的，但是EVA说我这个可以放在影片里面给大家看。那这边就有想到那些社交软体啊，就有讲到他们关于生成的事情啊，就讲2489威胁盟友、恶人、贪婪，然后还有表示不好的善意啦，就因为他们讲要他们的玩家做好战斗的准备，所以就被这样子讲了。那这边就说到一般来讲呢，他们不会公开任何外交里面讲的内容，一般也不会在讨论区那边跟大家争论这些事情，一直以来他们只是尽力做好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这边他有放了一些解释。那因为这个部分很重要，所以把画面放大了一点，就讲关于圣城 KVK 奖励还有盟友的事情。那我这边就说到，首先一开始呢，其实他们并不是找1365合作的，而是找1875，这个让我感到比较意外，因为他们在这一次 KVK 之前的上一场 KVK 呢，他跟1875其实是敌人关系，所以我没有想过他们这一次 KVK 会想要合作，然后其他两个阵营他们是不同意这样子的合作方式，就不想要让2489跟1875合作，可能是觉得这两个王国加在一起合作的话会比较强大一点，最后是因为其他阵营投票决定，所以他们才会变成交叉合作。再来，并且1365他们也是知道他们之间的协议，就是讲他们下一次如果再结盟的话，那圣城就应该要给上次没有拿到圣城的王国，也就是2489。但是2489在这一场 KVK 呢，也是出尽了全力，没有讲说上一次你们拿了圣城，这一次轮到我们拿，所以我们可以比较优先一点，并没有这样子。尽管在奖励方面呢，他们出现了一些争论啊，谈判的争论，然后就吵架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不会把针对他们这些的言论放在心上，他们还是会以专业的态度和承诺
支持盟友满足合理的需求，并不会公开批评盟友。那这边其实有一点点暗讽365啊，来讲啊，你们有什么事情啊，就直接丢去讨论区，让全世界的人知道啊，这边骂2489这样子的意思啦。那当然他们也是对于2902感到非常抱歉啦，因为他们被卷入跟1365之间的交易。但是这件事情呢，也不能只是说是2489的错，因为也是跟1365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也是要跟他们的阵营领袖那边谈，也是他的责任。所以2489能够做到的事情呢，就是尽量给他们一些奖励啊，有一些成就或者是奖励能够给到2902的话，他们就会尽量满足。又或者是未来如果有什么合作的话，他们那边也是可以再商量。这边也是感谢风阵营，也就是1365他们的努力，也非常感谢1365履行了跟他们之间的协议。当然2489那边比较期望尊敬的盟友能够采取他们类似的行动，就是不要在那些讨论区啊，又或者是社交媒体那边跟他们发动战争，试图想要用外界的力量来打压2489，令2489放弃他们应该拥有的权利。 OK， 那么2489的声明呢，其实就只有这一份而已，并且EVA也是提供了上一次他们讲我们要用转盘来决定啊，然后有什么合作的关系，那些全部都讲了。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时间2024年4月20日，这个就是当时候的证据的，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他这边就有说到，就是他们会获得圣城，那如果这个赛季没有拿到圣城的王国，下一个赛季他们就会拿到圣城。除了圣城之外，其他的奖励应该要分配给其他的王国，就这样子1跟2而已。那最后一段话，他是想要澄清关于 KVK 报名时间的问题。然后他这里第一点呢是有讲到圣城应该谁拿，但是他这边是讲哪一个王国拿到圣城，下一个赛季那个圣城就给另外一个王国。他这边没有特别的说明讲如果你的阵营里面呢有包含其他的王国不啦不啦不啦之类的，他只是这样子讲而已，没有特别注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GST 那边一直在强调说，他们这个协议是没有包括你的阵营里面如果有其他王国的话，所以那1365讲的东西到底算不算是正确的呢？算不算是对的呢？但是我的资料收集到暂时是这么多了，那可能之后他们又在嘴炮在那边吵架，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对我而言，真的这两个王国都有问题啊。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一开始并没有讲清楚，他们这个赛季究竟是要以 DKP 还是要以上次的协议来作为交易，讲圣城应该要谁拿的问题，并没有讲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们吵来吵去，其实最后的结果原本的原因还是一样啊，就是没有讲清楚，所以才导致到这个 drama 发生了。那没有想到呢，最后还是真的收到了一张截图。那其实这个在 Flash 的频道那边呢，有很多人传来传去了，所以这个也算是公开的事情了。那阿布辛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1875的国王，他这边就有讲到，有很多玩家呢其实都已经看到他们所交易的截图，就是我前面有分享的365，他开出了条件，要水阵营跟土阵营帮他去打2489。那他不知道是谁分享出去的，但是既然你们都已经看到了，所以他要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他确实是有收到了来自365的一些提议，但是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想要保留以 KVK 开始是相同的协议，就是一开始他们是跟水阵营合作，那么到了皇庭他们依旧还是只是跟水阵营合作而已。他不喜欢与一个阵营合作，然后又再跟另外一个阵营打起来。那他这边的意思是讲，就是他原本就已经有一个结盟的盟友了，他不希望结盟了一次又再结盟的一次跟另外一个王国或者是阵营合作去打别的王国。那他这边也是尊重2489，他们是先锋王国，所以他们尊重对方开始达成的协议。这边其实也是有点暗示了365，你一开始答应什么东西，你就应该要跟回原本的协议。不过现在看来双方好像是已经讨论结束了，就是到底谁应该要拿圣城，所以现在的情况应该会有比较冷静一点啦。不得不说1875的阿布辛在这一点上面是做得很好的，就是真的啦，都不管你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插手去做这些事情呢？而且像他所说的，一开始你跟谁合作就应该要跟谁合作，而不能趁人之危他讲你可以去帮我打他吗？然后我就分一些东西给你而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是不对的，不正确的。所以 respect to 阿布辛，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啦。谢谢各位在看了今天影片之后有什么看法，如果哪些翻译错误或者是你们想要补充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